提眼相看，横亘荒野，枯骨千堆。有一只杯，饭局当先斗，情牵。普通天长街，筑不朽的执念。天战血也战，万人泪。星火鼎沸，长举鬼鸣，天地腾辉。山峦苍生，势不可碰的软肋。同往莫撤回，往下不可为。于心无愧，深情改天位。试问九天生根何为？几乎作废，我不悔。此生狼狈也不沦为命运的傀儡。生当何为？抽当出现，纵化成灰，我无悔。欲望实现，重现日月，还人间清辉。姑娘，这路不好走，山体滑坡，这条路坑坑洼洼的，你孤身一人，摔了跤都没人扶啊！还是找条好走的路走吧啊！来，跟我。两位，打听一下，京城怎么走？食店老板说附近有个客栈，怎么还没到？这一路也没个歇脚的地方。红的绿的，书上说了，换完肉就能看见颜色了。还没好啊？应该快了吧？何人挡路？让开！车上可是那台正令使宋庆宝，知道是大人的车驾，还敢挡路？我有话要问他。名字对不对？对，就是他们。名字我都记下了，回去告诉他们，还有什么心愿遗言，赶紧去办。到时候我会去取他们的命。好。放我下来！哎，终于到了。哎，有官差。穿着赏金卫的衣服，站住！二位魏县来的？啊，官爷何事？干什么呢？做买卖的。买卖？什么买卖？啊，随我们家老板走街串巷，倒买倒卖，收些福头彩衣、实心花果、靴鞋碗碟。须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怎么不见货车啊？哦，中原将至，打算去隔壁镇子买些桃柳蒲叶、五色温纸回去售卖。至于马车嘛，也等到了镇子再说。官爷莫非还有事？是这样啊，我是东州府的赏金卫，接了赏金榜来这抓人的，但那人一头扎进客栈里不出来，我在里面不好动手，只能在外面等着。这时日长了吧，钱都花光了，有些吃不起饭了。二位可否借我些银子？
等我完成任务，换了赏金就还你。来，就这么多了。哦，哎，多了，一半就够了。哎，我帮你。来，啊，好。老板娘，出来接客了。来了，官爷，今日有钱吃饭了？钱有的是，就怕你这小店没有想吃的东西。只要你钱给够，就算你想吃天上的龙肉，我也去给你割一块。这二位是？啊，魏县来的大商人，1等1的豪客，好朋友。二位客官如何称呼？是要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给我们一间清静的上房。昨夜一场风雨，2楼的房间漏了雨，二位客官住在1楼可好？我给你们呀算便宜一点。便宜好啊，就1楼吧。老板娘，再来一些馒头肉饼、面皮片汤、烈酒牛肉，快点些，我们肚子都饿了。好嘞。来，兄弟，咱们里面坐。你说的就是他吧？对，就是他，在府城杀了人，官府命我前来将他缉拿归案。抓他呀！没看着那块牌子上写着什么吗？知道这为什么叫平安客栈吗？这间客栈有个规矩，不管你是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还是被官差缉拿的朝廷要犯，亦或是纵横四海的江洋大盗，只要进了这间客栈，就不能动武，更不得伤人性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家敢这么说，自然是有这个底气。瞧见刚才门口那位娇滴滴的老板娘了吗？一手双刀耍得密不透风，出神入化。听说她是快刀胡传的弟子。快刀胡传知道吗？江湖高手榜位置第8，不过听说已经去世了。菜来喽！3位，您的酒菜，馒头、肉饼、牛肉。哎，小哥，也给我一间客房，就在他隔壁。他呀，早就住皮店了，每日只吃白水面，1碗3个时辰，1日吃4碗，那面都泡成稀饭了，还守着碗不肯撒手呢。这么说，我很快就能回去复命了。真的啊？来个招牌菜庆祝庆祝。那算了，你们这的招牌菜太贵了，我可吃不起。这店小二瘦得像人干一样，他外号白云手，一双铁掌坚不可摧。早几年啊，也是江湖上叫得上号的高手。那后厨还有大胖厨子，那是个横练大师，那肉身强悍，刀枪不入，就是遇上寻常凶手，有一战之力。哦，那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前几日追他追到这儿，进店抓人，和你一样不信规矩，跟他们打了一架。这，你没打过人家？哎，这可不是我打不过啊，我是前几日捉妖，中了妖毒，还没恢复好。哦，你一个赏金卫还会捉妖呢？多少都会一点。放我一刀！老子找了你这么多年，你倒是活得快活。放我一刀！江湖高手榜排行第1，什么时候放我一刀是你？嚯，好响亮的名号！你是何人？8年前，
雷家铺，27条人命。风红一刀，我虽然没见过你这张脸，但是你的声音我记得清楚，你赖不掉。哦，雷家铺，那个土匪窝，你承认了？的确是我。好，你敢承认，也算是条汉子。你想怎样？我找了你8年，自然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我兄弟的亡魂。你不能杀我。怎么？你以为身边有2个帮手，老子就怕了你？识字吗？什么意思啊？平安客栈，保你平安。这家客栈的规矩，就是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是什么人，在客栈里都不能动武，否则会吃苦头的，对吗？他说的没错。奶奶的，你敢耍我！桌子1张10两，勺子茶杯1两一个，盘子酒碗2两一个，酒坛4两一个，茶壶6两一个，别的东西没坏，不算你们的钱了。一共36两银子，谁赔钱？老板娘生的花容月貌，脑子倒不太灵光。你出去打听打听，哪家的马匪出门还要花银子？别人的规矩我不管，但在我这儿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这儿卖的不是饭菜，而是平安。诸位若想杀人寻仇，也得等这位客官用完饭菜，走出这道门，才能动手。什么狗屁客栈，跟老子讲规矩！今天我就血洗了你这小店，又能如何？如何？老板娘怎么说？别弄死，得赔钱。好嘞。放我一刀！今天算你所愿，日后再见，我绝不轻饶了你。赔钱。我为什么赔钱？那你在这避了祸，不要银子的呀？这么多人避了祸，为什么只要我赔钱？客官和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很像，他姓陆，是个画师，不知公子认不认得？在这世间，相像的人有很多啊。也是，他11年前呀就长你这个样子了，算算日子，现在应该也有一些年纪了。一共36两，就收你30两好了。风红一刀。你认不认罪？我乃金明主帅，
陛下亲封的骠骑将军，你岂敢动我？你认不认？我认罪。魏县辽皇渎职案是梁文锦那个狗贼指使我这么干的。我知道陆大人是个好官，他是为了救百姓才使用的非常之法，可我没得选啊，是梁文锦那个老匹夫逼我的。有罪，当诛！唉，老陆，那老板娘你认识啊？对，以前的邻居。邻居？我怎么不记得了？那段时间你不在，我去哪儿了？谁知道你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唉，但我还是觉得呀，新姑娘好，性子好，人实在，最重要的是，你们俩都成亲了。又不是真的成亲，只不过为了结成血气罢了。哼，这话说的，真像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负心汉。你是战鬼族和人族的混血，身负五不全之症，想要摆脱神法转生成人，须得过5关：换皮、换肉、换骨、换血、换心，每一关都是生死一线，须得找到至亲家人，同你结下血气，在识海之中连成一线，方能在你濒死之时借你一线生机，助你死里求生。你没有亲人，所以得找个人成亲，同你结下这血气誓约。所以呢？所以成亲是真的，连老天都认的，你凭什么不认？再说，新姑娘人也挺好的，你为什么看不上人家？什么人？人呢？他有喜欢的人，他说自己是克夫的命，想找一个死囚成亲，去掉自己身上的煞气，免得未来伤到自己爱慕之人。哦，这我倒是不知道。这桩婚事原本就是一场交易，各取所需罢了。我和他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了。唉，难得遇上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可惜了。不过她是修行之人，活得久，没准等你过了后面几关，还能再续前缘呢。接下来什么打算？你失忆了？当然是去崇灵谷换骨了。哦，对，换骨。风大侠，歇下了吗？可否赏个脸，吃杯冷酒？风大侠叫你的。来，风大侠，重新认识一下，小弟梅山君，江湖高手榜排行第2，适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竟没瞧出您的身份。我之前听说你去边西从军了，还以为这辈子是无缘相见了，没想到现在在这儿遇见，真是三生有幸。来，风大侠，我再敬你一杯。你叫梅山君？对，江湖高手榜第2，袖剑梅山，真是小弟。那你姓梅吗？我也不姓风，风红一刀只是一个名号。哦，我这怎么叫的这么拗口啊？一刀大侠，咱们再饮一杯。
这位既是一刀大侠的朋友，想必也是有些功夫在身的，不知榜上位置第几？在下楚英，阁下难道没有听说过？未曾听闻。嘿嘿，那就对了，我能力平平，榜上并不姓名。啊！一刀大侠，不瞒你说，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遇见能人异士也不少。即便是那仙家子弟，在我眼中也没什么特别。但只有你不同，我将你视作我的人生榜样，也是我的一生之敌，更是我唯一的对手。哎，这话说说就行啊，可别真动手。哎，单刀直入马家铺，燕回山出8大恶人，太子里杀恶霸虚灵，还有，我最喜欢的，云门关入仙家府邸，推炼丹炉，斩杀妖人，桩桩件件，都是我想干却没干成的事儿。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我已经退出江湖了。哎，你退不退出的那是你的事儿，但在我心里，我的目标就是要超越你，成为人族第一侠客。好，我虽比你差了一点点，但我也算是天资不凡啊。当年有不少仙门想收我为徒，我都没答应。为什么？如今仙家当道，朝野内外崇尚修行之术，我族百姓自出生起，若是没有灵根，便觉得低人一等。我觉得这不好。平平淡淡是种活法，入山修炼也是种活法，种田买卖、贩夫走卒都是活法。可活法哪分高低贵贱啊？我就是要打破这种观念，未来以武入圣，好叫世人知道，未必只有修仙才是正途。你想做的是侠客，为什么却做了朝廷的赏金卫？侠客可不好当，这一路上吃得住的，盘子碗碟，哪样不要钱啊？我要是不接点私活，早养活不起我自己了。赏金卫很赚钱吗？是啊，你瞧他，瞧着窝窝囊囊一个人，脑袋还是50两。他犯了什么罪啊？嗜赌成性，因为没钱，杀了好心收留他的房东一家人，老少7口，最小的不过3岁。哦，那的确该杀。快了，他马上就没钱了。哎，我说，今儿面钱该付了吧？好，知道。什么人？大人莫怕，不是那疯女人。好，站住！你来！哎，东州府赏金卫梅山君，奉殿中监徐大人令，追杀罪犯成功。各位身着官服，想必是有飞敌。教中乃是内台政令使宋大人，途经此地，要寻个安全地方落脚，你知道吗？安全地方，跟我来吧。平安客栈，保你平安。好，不太妙啊！那个宋群宝来了，他可认识你。咱俩一个捕快，一个死人，要是被他发现了，会不会很惊喜，很意外呀？没事，我们背对着他，他看不出来。好。大人，想吃点什么呀？哎，随便。来几道小菜，2盘馒头，1壶酒，要快。得嘞。
大人放心，这里很干净，我们吃了饭就走，应该是无事的。分出2人在外戒备，轮班用饭。是。几位大人慢用。小二哥，帮我腌制一下，别让它臭了啊！明日就带走。你当这是腌蒜头呢？哟，得嘞，都听大爷您的。大人，就算没胃口，也多少吃点，一会儿咱们还要连夜赶路呢。哎呀，我这儿堵得慌，吃不下。你们吃，来，你们吃。大人可是遇到什么难事儿啊？在下东州府赏金卫梅山君，专接别人办不了的案子，只需把你的事儿写成状子，再去东州府挂个单，定个赏金，到时候我去收钱，我也就给你办了。哎，这事儿若是东州府能办得了，我也就不必这么发愁了。哦，这世上还有东州府办不了的事儿？实不相瞒，在下江湖高手榜排行第2，剑法已入真化，只要钱到位，什么事都好商量。这就不是钱的事儿。别说你是天榜第2，就是换了那位榜首封红一刀来，也扛不住人家一招。哎呀，好了，这里距离西河大营还有多远啊？不足100里，咱们连夜赶路，明早就到。等到了西河大营，大人您就彻底安全了。哎呀，我的安危是不打紧的，只是梁大人让大营的军士住到城里面去啊。可是他不懂啊，这根本就没用，西河大营都没有。啊，难不成大人惹上了仙门众人？那些仙门众人一向闭门不出，只知道在山上苦修，你怎么惹上他们的？大约6日之前，我奉命回京城述职，路上被一女修掳走。他说是我们联手冤死了他的夫君陆怀。糟了，他说的不会是新仙子吧？我听说过魏仙的案子，人人都说陆怀与梁商同流合污，骂他是贪官奸佞，但我却觉得做官要有菩萨心肠，雷霆手腕也必不可少。苔藓种子开不出花，陆怀若真是一心贪污，又怎会让魏县百姓落个好下场？大侠说的有理呀，但倘若如此，那修者理应在魏县杀个痛快，又怎会杀上京城？你刚才口中的他们，指的又是何人？大人，喝酒可以助兴，但压不住愧疚。你若是再饮，可就要醉了。大约半年前，魏县下了一场大雨，用地9县尽数被毁，人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天灾，可其实它却是一场人祸。贪污？是，他们把石头换成了稻草，糊上泥巴，砌在了堤坝之上。一旦遇上了这样的大雨，便什么也挡不住了。魏县周围的9个县城，所有的堤坝尽数垮塌，无数的良田被毁，真的是可恨，可恨的。这帮狗官现在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当初驻军在堤坝附近的陆怀头上，这也是没办法。地下的百姓讨要说法，上面的权贵要控制民心，稳定局面，总得找一个人出来承担这些罪责。而陆怀没有听从命令，为了吸引粮商运粮，没有第一时间出手控制粮价。你说，若是你
你会选择那些假意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官员，还是会选择一个失掉民心、触尽风头的陆怀呢？我都不选，我会如同那个修者一般，杀上京师。将陆怀押入大牢。陆大人，请吧。修者如何杀得了他们？做不到就不去做了吗？遇到不平就要管，哪怕拼得头破血流，哪怕我这小子迈不进京城的门槛，但只要我做了，就势必会有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说这100人之中再出一个我这般的人，他便能闯到朝堂上去；再出一人，他就能闯到皇帝面前去。我便不信，这份天大的冤屈，如何就能碾入尘土？如何就不得平反？侠士大义，我不如你。是啊，我当初被绑之时，心中也有怨愤；共处的4人之时，心中也觉惶恐。可是今日听了侠士这一番话，我心中便觉安定了。冤有头，债有主，冤害他人之人，必定不得好死。他说他之前去京城为陆怀申冤，所告之状皆石沉大海。名字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被快马加鞭地赶回了京城，将此事上报朝廷。可是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不会相信一个修者会管凡尘俗事。而且他们更不相信，在京城中严密的守卫之下，会有人能取掉官员的首级。直到那一夜，赵大人在府上举办寿辰夜宴，前来道贺的官员众多。可就在刚刚酒过3巡之时，突然闪过一道罡气，赵大人的脑袋就没了。只见罡气不见人，是那修者动的手。这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不到1个时辰，城北也传来一个消息：周大人在层层禁卫军的保护之下，被人一剑封喉。来者何人？北衙禁军校尉李晃奉圣命而来，敢问教中可是周大人？大人，是北衙禁军。大人，周大人，杀得好，杀得痛快。相比凌迟，一刀毙命算是便宜他了。名单上的人按照顺序依次死去，排在第3位的陈大人也开始心慌起来。他连圣旨都来不及请，就在护卫的护送之下，躲到了城外的金明大营里去。有罪，当诛！庙堂无道，自有3尺清风匡扶正义。你身为官员，有冤不诉，有案不翻，不配与我饮酒。大胆！哎呀，罢了。 50两一坛，还喝吗？这么贵啊！我们这客栈卖的是平安，你们惹了那么大的事都进来，当然要贵一些了。我们大人的平安何须你来保？那女子以修者身份干预俗事，破了道心誓言，定会遭到反噬。能不能挺过这一遭还是两说。便是她挺过了，朝廷也已向各大仙门去信，仙门不会坐视不管。
等人都到齐了，他的命也就到头了。哎呀，别说了。要我说，这些修者就是惹祸的根苗，陛下就该下令不许老百姓修仙，这样大家都一般水平，就算闯了祸，也大不过天，不是？大爷小心！桌子10两，客官若赔不起，今日就别想离开这店。管不住嘴，才会招来祸端。别去，你打不过的。真是抱歉了。我家师妹性子急，很少与凡人交手，不知轻重，还望这位娘子见谅。多少损失，我都赔。人家说的也没错呀，你们这些修仙的可不就是惹祸的根苗吗？怎么戳大心窝子，臊得要杀人呢？左莹莹，既然来了，为何不现身一见？你们一见面就喊打喊杀的，有什么好见的？我和你们也不是一路人，不过是听说正道出了个很有种的小弟子，敢一个人杀上京城去，便想来瞧瞧热闹。谁成想，刚一来就看到这个母老虎在咬人。林慕寒，他脾气那么差，你还天天和他贴在一起，是不是馋他的身子呀？贱人！林慕寒，你该好好管管他，否则是要死人的。周姑娘，好久不见。经纶，你不去天阴山修行，整日和他们混在一起做什么？莫非你师父不准备收你为徒，不让你修无情道了？那好啊，那就别做苦修者，陪我回大漠逍遥快活去吧。哼，妖女。各位都到了，日月洞的南宫兄呢？没听见吗？那草包站外边吹了半天小曲儿了。气性挺大，心眼儿倒小。好了，各位，都收收自己的神通吧，正事要紧。你是京城来的官儿？我等奉师命前来，捉拿在京城坏了规矩的修者，只是许久未出山，已忘了路。还请问，这里距离京城有多远？这么说，你们都是灵寂山修仙的人？在下灵寂山少宗主别慕寒，我边上这位是我师妹江姬。
散修金轮，而外面那位善以月生为刃的，是日月洞的南宫孤狐。哦，这般唐突问女孩子的名字，可不太礼貌哦。这位仙子叫左莹莹，是北乡青红教的人。哦，那既然各位仙家都来了，那就让我觉得安心了。你们能不能赶紧把那位修者带走啊？这样我就不会再担惊受怕了。也偏不胜他妥协，与其追恋风月，不如决然于苍山进退。绿刀剑是深念，是为不共身边。修为险，化飞烟，也要看这世人沉寂的天亮一片，不怕迷雾遮眼。正义会太平年，你听怒浪滔天，多少哀怨得以平息，多少人不依不偏。指天问缘，不让我做红尘落脚的线，凌驾一边，这周边对错之间，天下为